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这个家用电器类的产品，咱们频道今年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产品试用和拆解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吸尘器的试用和拆解，就是这款很热销的有望大渠多功能吸尘器。这款吸尘器的型号是 VC2403， 包装箱上面非常醒目的只做懒人不倒灰，应该可以概述这个产品。这上面是这个吸尘器所有的配件，我组装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然后我们进行试用。视频的后半部分就是这个产品的详细的拆解。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一键三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的动力。还没有关注的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订阅。这一本是产品的说明书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。吸尘器的主机、电量指示、智能集成、超强模式、强力模式和标准模式。握手部分手感的话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一根是吸尘器的延长杆，吸尘器的吸头部分内部的滚刷安装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的，这是插头部分，对准直接扣上去。这一个是用来吸家里面的那些空隙的地方，这个吸头的话可以直接连在主机上面，这样装起来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小吸尘器。这个吸尘器的电池25伏2000毫安50.4瓦时，具体的话我们后面拆解再看。电池安装在主机的这个上面，安装上去可以直接按在这里开机。有望的标识也是很醒目的，自带的一个充电器，输出电压是30伏0.5安。这个是用来集成用的一个主机，吸尘器不用的时候放在这个上面，它是智能的，这样直接放上去，这就是一个整体立在家里面。我们后面展示。集成器还有一个底座，直接扣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个吸头不用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放在这个集成器的侧边这里收纳。集成器的侧边这里直接打开这个盖子，收集灰尘和垃圾的，很贴心的设计。咱们拉出来的时候，集成袋的孔就盖住了，避免有灰尘散出来。随机还另外附赠了一个，安装也是非常的简单，直接安进去就可以了。吸尘器装好就是这个样子。咱们现在这个吸尘器已经是充满电的状态，它没有闪了，就代表电已经充满了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它工作的时候的噪音的情况，然后再来试一下把这个满屋的灰尘我们全部都清理一遍，看它满电的情况能够坚持多长时间。吸尘器的两个按键，上面是开关机键，下面这个是模式切换按键。屋内现在的噪音情况是30多分贝，我说话的时候就可以到80分贝左右。这个吸尘器最高档位的话也就是79，咱们说话的时候这个分贝数都可以到80多分贝。吸尘器的噪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开启集成模式的时候它的噪音是多大。集成模式的话声音就要吵一点，因为它需要强大的吸力把灰尘往下面吸到这个收纳仓里面。现在这个吸尘器的电已经被我耗完了，我用了标准模式把我家里面的地全部都吸了一遍。我们放到集成器上面看看它集成的过程。这个集成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里面的毛絮灰尘基本上都吸走了，所有的灰尘全部都收纳在这一个无纺布的袋子里面。这一个袋子的话应该用个1个月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一个颜值不错的吸尘器，我用起来20多分钟，把家里面120个平方全部都吸完了，还是够用的。如果需要开强劲模式的话，满电的情况大概也只用得到5到8分钟左右。所以说，强劲模式需要满屋清理的时候，还是不要用一般的标准模式。就基本上够用的，因为这个吸尘器它的吸力大家也看到了，吸力也是很不错的。
这个有望的大局吸尘器，它的实际使用效果我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吸尘器全部把它拆解开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吸尘器内部的做工和用料的情况。这个基站的底座一体的结构，内部印有 ABS 工程塑料的英文标识。吸尘器的集成舱盖子上面有3颗螺丝，密封海绵防止内部的灰尘往外面泄露出来，材质也是 ABS 工程塑料，开盖的一个拉手，内部有弹簧进行开合，安装集成收纳袋的锁止结构。吸尘器固定位上面有4颗螺丝，把它拆下来，这是一个风道结构。吸尘器放入集成底座上面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吸力，通过这一个管子来吸取吸尘器内部的灰尘。泡沫密封圈用来防止漏风。DC 直流插口，这边有个插口是直通的，用来连接吸尘器主机上面的电池接口。壳体的材质同样是 ABS 工程塑料。底座是卡在这一个槽里面的，这一边一样的有缓震泡棉，防止集成舱内部漏风。固定集成舱一样的用了3颗螺丝，卸掉以后就可以把这个集成舱拔出来。黑色的风道结构，集成舱需要密封的地方都有这种密封胶圈，海绵是用来防止灰尘往外面漏。壳体同样是采用的 ABS 工程塑料，集成舱的外壳结构件也是用的 ABS 工程塑料，这就是集成舱内部所有的结构件。吸尘器主体部分的拆解，这一个小的吸头就没什么拆的，这里就一个弹簧锁止结构。吸尘器延长杆一共有4颗螺丝，直接可以拔下这一个护套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连接装置，同样的这一边一样的有一个锁止结构，同样的这里有一个连接线，2颗螺丝把这个固定住，这里开了一个凹槽往下面压，把这个塑料件死死的扣在这个管子上面。风道内部是有一个黑色的塑料管子，这是2端的塑料固定件。泡沫海绵用来防止漏风，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风道结构。内部的连接插头，这个铝合金管子的壁厚大约是 0.7 毫米。吸头部分的结构，2颗辅助用的小滚轮，2个大滚轮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，内部的毛刷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这个因为是咱们试用过的产品，所以说上面有灰尘，我用了这么些天，这上面竟然没有头发缠绕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卸掉上面所有的螺丝，可以打开这个上盖，内部有一个电机，用来给这个毛刷滚轮提供动力，这个是防撞缓冲用的。从这个电机上面分了2根线出来，用来点亮这一颗绿色的 LED 灯泡。这上面还有油脂，电机的电源线上面有抗干扰的一个磁环，工程师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啊。这一块是 LED 的电源板，灯泡在这里，上面是有芯片的，我们后面再看。为吸尘器滚刷提供动力的一个电机，是通过这2个接口接到主机上面。传输动力用的齿轮皮带，这里有一个大齿轮带动毛刷滚轮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 PA6 加 30GF 的标识，证明这一块它是用的尼龙6的材料，尼龙材料比 ABS 的工程塑料它的强度更高，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有动力传输的位置，如果这个塑料的强度不够的话，很容易破裂。这个结构件上面有一排齿状结构，我用了这么多天，滚刷上面没有毛发缠绕，跟这个结构装置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这一层绒毛也可以用来清理地上的灰尘。这就是拖头部分内部所有的组件。我们现在对这个主机进行拆解，为吸尘器提供电力的电池模组，两边有锁止结构，卸掉上面的螺丝，取下电池模组的上盖，撕掉这个标签，就可以拿出这一个上盖。内部的电池模组上盖上面都有阻燃 ABS 材料的标识，这一片也是一样的。这一块 PCB 就是电池的保护板，电路的情况我们后面再看。这个是7串电池的一个电池组，工作模式指示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半透明的一个黑色的塑料粘在上面的。卸掉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一个盖子，内部有一个控制板，控制板 PCB 后面有排线连接。拿出这一个吸尘器的主机上面的集成装置，这一个是滤芯，防止灰尘进入电机。内部的结构，这里有一个提手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提出来。外面这一圈是不锈钢，用来过滤灰尘的。提手这一层也是通过按扣来进行扣在这一个主体上面。内部是6个吸风孔，往上面吸的。底部关键的位置都有这种缓震的胶垫，用来密封。这里也有密封泡棉，这上面一样的有密封泡棉。集成杯的进风孔在这里，对应的主机孔位在这个地方，上面黑色的就是密封泡棉，防止漏风。这就是主机集成装置的内部结构。
继续卸掉上面的螺丝，取下这一个进风口的一个罩子，这是另外一个罩子，一样的是 ABS 工程塑料，这是连接吸头部分的一个风道，连接吸头的排线在这里，这个橙色的是配色的一个塑料件，这就是内部的电机，这里有一个锁止装置，当这个主机放在集成座上面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压下去了，主进风口关闭，然后打开这一个进风口来进行集成操作。集成模式开启的时候，内部的这一个橙色的结构是怎么样上下移动的，这个机关就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个电机，这里有一个推杆，用来推动内部的刮灰尘的一个结构。取下这个主机的后盖，内部有海绵，这一边出风的地方一样的有防尘海绵，固定电机还有4颗螺丝。拿出这一个吸尘器的主电机，这个是连接电池的2根主要的电源线，它是加粗的，通过这种 XT30 的接口进行连接。内部固定手柄这地方还有2颗螺丝，我们就可以取下这个手柄，这是集成舱进风口，取下来连接电池的一个小 PCB， 这是一种过大电流的连接器，这是主机集成杯的一个进风口，这一个是连接集成基站的进风口，通过这个锁止结构进行切换。这是电机的一个保护罩，电线是从这里出来的，这上面有硅胶保护电线不会割伤。盖子底部这里还有一坨硅胶，这个是主要起到缓冲作用。盖子内部一样的有防尘海绵，避免灰尘往外面吹。我们取下电机，电机上面同样的有一块缓震垫子，这个也是起到缓震作用的。这个就是主要的电机，这里有功率标签 25.2 伏350瓦。电机驱动板3颗固定螺丝，这一块就是用来驱动电机的一个 PCB 主板。这是这个大局吸尘器主机上面所有的结构件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用料足不足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电路构造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个电源适配器来自成立于1999年的佛山冠宇达科技，这是一家老牌的专业电源代工企业。充电器规格 30.6 伏，输出电流 0.5 安。这个吸尘器的主控制板和电路保护元件都集成在这一个主板上面。充电器的输入口为 DC5521 的一个接口。这一颗顺带2极管用来保护电子电路免受顺态过压过流的影响。适应的话是 30CA， 用于充电电路开关控制的 PMOS 开关管。适应型号 DTM6601， 来自2011年成立的深圳上鼎新科技。7颗18650电芯组成的电池组，电池上面有 LS 的标识，来自1997年成立的天津力神新能源。单颗电芯的容量是2000毫安，7颗等效是14000毫安。电池保护芯片适应 CW1072， 来自2009年成立的广东赛维微电子。这是一款内置高精度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的锂电池保护芯片。电池保护开关管适应型号 DTQ6804， 适应4740A 的10伏稳压2极管，用于给线性稳压芯片提供稳定的电压。为这一颗主控 MCU 芯片供电的一颗线性降压稳压芯片，适应 SX1SG， 来自深圳浙新通电子，这家公司没有官网。这个吸尘器的主控 MCU 单片机芯片适应 HA8T3228， 来自2009年成立的上海兴盛电子。这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 CMOS 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位触摸单片机，用来控制整个吸尘器的所有功能。这2颗是低压运算放大器芯片，适应 V358B， 来自2012年成立的苏州 Strip 微电子。这2颗芯片用于检测电池电压，调节电压输出，与主 MCU 配合，用于吸尘器3个吸尘档位调节。另外一颗上鼎新科技的开关管用于吸尘器总电源的开关控制，适应 DTM4960。这里还有2颗 DTM6601， 用于后端开关控制，比如吸头部分。2极管用于输出整流，还有就是防止反向电压冲击。电流通过大电流刀片式连接器向外分流的同时，还有反馈回路的连接。红黑粗线用于大功率主电机驱动板连接。这一组4根连接线连接到吸尘器的控制板，控制板上面这一颗3端固定电压稳压器芯片，适应 78M05， 来自成立于2018年的江苏长金科技。芯片用于 MCU 芯片供电和指示灯供电。吸尘器的控制板也是由一颗
上海新盛电子出品的 MCU 单片机控制，思印 HA8T1616，也是一颗增强型8位触摸单片机。这里有一颗电机驱动芯片，思印 SDC9150，来自2006年成立的绍兴光大兴业微电子，用来驱动这一个电机给集成仓集成刮灰操作。2颗用于功能控制的贴片式按键，主电机的驱动板由这一颗 MCU 芯片来控制驱动电机，思印 LKS32MC。这是来自成立于2016年的南京宁欧创新电子，这是一颗紧凑型电机运动控制系列的芯片。这一颗3端线性降压稳压芯片，用来给刚刚那一颗 MCU 芯片供电。R003 贴片电阻用于电流采样。这个350瓦大吸力的电机，按照这个 PCB 上面的示印，是来自成立于2004年的苏州新德盛科技。这个电机有3箱电输入。PCB 上面一共有6颗莫斯管组成的3箱半桥驱动电路，6颗莫斯管的私印全部都是 MIR04N3P-ES-EGCL， 来自成立于2014年无锡的美洛科微电子，规格是耐压40伏，导阻 2.4 毫欧，最大漏级电流113安。这一组线用于吸尘器吸头部分电机和显尘灯供电，一样的缠绕有一颗滤波磁环。吸头部分的动力电机是来自成立于2009年的苏州永捷电机，这个电机的输入电压是 25.2 伏。绿色显尘 LED 供电电路由一颗47微亨的电感，一颗 SS16 二极管，思印6305的同步降压芯片组成。这个 DC-DC 降压芯片的生产厂家非常的多，不知道是哪一家的产品，很难查。芯片的参数是输入电压4至30伏，输出固定5伏的电压，为这一颗绿色的 LED 灯泡供电。这个有望大曲吸尘器经过我的试用和拆解，可以看出这个吸尘器的性价比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标准模式的续航可以达到20多分钟，应付120平方左右的家庭使用，绰绰有余啊。它的标准模式的吸力也是够强，更加不用说其他2个增强模式。内部的用料全部都是采用的具有高强度耐冲击性、良好化学稳定性的 ABS 工程塑料，关键部位采用强度更高的尼龙6的材料。内部的电路实打实的，没有偷工减料的地方，95%的元器件都是来自国内的一线大厂出品，非常的不错。这样的用料，这样性价比的价格，各位老铁们看了我这个视频，你们觉得这个有望大局吸尘器如何？全网像我这样拆解一个产品的，估计是找不到第2个了啊！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